东莞这座曾经被誉为世界工厂的重镇，如今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曾经百强企业云集、制造业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如今已经成为一段日益模糊的记忆。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令人心痛的景象。现在工厂大面积倒闭，商铺纷纷关门，失业率急剧上升，许多打工者无处可去，只能流落街头。房地产行业陷入空前低迷。东莞楼市的颓势，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已出现端倪。2024年第一季度，这里的二手房价格更是出现了持续下行的狼狈局面。数据显示，当季全市二手房成交均价仅为19836元每平方米，环比下跌 5%， 同比更是大跌 15%。更为触目惊心的是，一些曾经被投资客们疯抢的热门小区，其房价的降幅近乎腰斩。比如在楼市高峰时期，东莞松山湖的金域松湖项目曾一度让投资客们趋之若鹜，成交价接连攀上5字头高位。然而如今，这里不少房源的价格已经直线下探至2字头，跌幅接近 50%。一位当地业主无奈地说，我们小区3房以前300多万，现在200万都有挂牌的。面对如此腥风血雨般的暴跌行情，不少业主不得不咬牙将房产降价挂牌出售，以求迅速离场。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本该属于个人自由的小小决定，却常常会惹来其他业主的谩骂和极力反对。据了解，有部分小区业主对于同区内出现低价房源反应十分激烈，指责这会拉低整个小区的房价水平。一位业主无奈表示，虽然自己从一开始的210万元价位无人问津，不得已调低至185万，但结果却引来了同小区其他业主的大肆谩骂，责骂自己在哄抬市场。交易数据同样令人痛心。2024年第一季度，全市新房仅成交了3900套，比去年同期腰斩了接近一半，更是创下了近7年来的新低。可以说，房地产市场已经完全陷入了空前的低潮期。而在这背后，则是来自诸多方面的挤压和打击。新房供应骤减，杀伤力巨大。房企为了今后市场的存续，普遍不得不通过拼命降价促销等手段来抢夺一线生机。然而，就连业界普遍看好的1字头超低价位，也难以让新房销售缓解颓势。数据显示，2024年一季度开发商拿出的各种促销政策，并未换来理想的成交量。当季全市新房仅成交了3900套，同比下滑高达 49%， 更是创下了近7年来的新低。主要原因还是源自新房的供应端。根据公开资料，2024年东莞拟供应的住宅用地仅有6宗 46.26 万平米，较之前年度大幅减少。可以预见，未来1年内东莞新开工的住宅项目将相当有限。而政府此番较为吝啬的供地计划，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东莞市场的疲软状态。在如此不利的市场环境下，不少房企也开始主动做出战略调整，有的索性选择性撤出东莞市场，将主要资源回笼其他潜力区域。一位深圳知名开发商的内部人士更直言，公司短期内不会在东莞新开工，主要任务是死守现有存货。在此影响下，这些企业在东莞的在售项目普遍推出了高达数折的巨额优惠，进行疯狂去化式促销。而即便是部分信心未减的房企，其未来在东莞的发展动能也将大打折扣。比如绿城东莞方面，虽然号称2024年内将于东莞实现带建家开发7个新项目的落地，但面对严峻的市场现状，能否兑现目标并将计划落到实处，恐怕也是一个未知数。制造业衰落，失业大军蜂拥而出。除了房地产业的颓势，曾经闻名遐迩的东莞制造业，如今也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重创。
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升温，新冠疫情的反反复复，都使得越来越多的外资制造企业主动选择了撤离东莞，将生产基地转移至东南亚等其他低成本地区。据统计，2023年全年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金额仅为176亿美元，同比锐减 16.7%， 更是创下了近30年来的新低。而位于东莞及周边地区的制造企业，无疑是这股外资外移潮的重灾区。一位长期在当地工作的企业管理人员无奈地说，以前东莞同行的制造企业不计其数，大规模4-5千人的工厂随处可见，但现如今100-200人的小作坊都已经算是大规模企业了。大部分企业已经被压缩到了只有10几人的微小规模。外资撤离带来的不仅是企业规模的迅速缩水，更是大量失业潮的涌现。对于东莞这样的传统制造业城市来说，工人阶层失业的冲击是毁灭性的。统计数据显示，仅2023年一年，东莞地区就有数十万制造业工人因工厂关闭或生产线外移而被迫下岗。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长期在流水线上操作、技术含量较低的普通工人。对于这些人来说，一旦失去了工作岗位，转业困难和就业门槛都将陡然拔高。一位被拖欠巨额遣散费的老工人在被问及感受时，终于泣不成声：“我们曾听说东莞是世界工厂，我当初也是抱着赚大钱的梦想来到这里的。可是现在工厂关门了，我们也未必能拿到应得的遣散费。我拖家带口的，靠这点钱怎么维持生活？我们很多人都上了年纪，别的活根本干不了啊。”现实是，大多数底层工人一旦被工厂辞退，除了领取少之又少的遣散费外，别无他术。重新在同行企业谋得一份工作，机会越来越渺茫，而要改投其他领域，其技能素养和年龄身体条件又极为不利。失业潮的来袭，或将让大批制造业工人家庭在一夜之间陷入生活拮据的境地。更为令人忧心的是，外资撤离加剧了东莞本已严重的空心化问题。曾经熙攘的工业园区中，如今处处可见空置楼宇和被遗弃的厂房，就连保安人员都难觅踪影。当年曾充满噪音和烟尘的生产线上，如今只剩下鸟语花香以及攀附建筑的树根，这样一派荒凉景象，不禁让人痛心。外资企业在东莞生根数十年，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就在今年突然止步，甚至开始人去楼空，无疑是给东莞市城市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沉重压力。整个东莞地区都笼罩在一股失意和迷惘之中，有关未来的发展路径该何去何从，城市振兴之路将走向何方？人居环境恶劣，加剧城市病困扰。诚然，导致东莞楼市低迷、制造业颓势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这座城市的总体发展模式曾饱受指摘。作为典型的经济城市，东莞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长期以经济发展为重，而忽视了人居环境。这座城市由于各镇街相对独立，再加上规划散乱和工厂林立，如今处处可见工厂楼宇与城中村和高尚住宅混杂的景象。一位生于东莞的老城市解说，曾无奈地感叹道：“当年世界工厂的光环让人移不开眼，却没有人关注我们留下了多么糟糕的城市环境，这才是今天最大的包袱。”东莞现有的老旧城中村成为各类城市痼疾的温床，而像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服务欠账等等，都是这座城市多年发展模式的糟糕遗产。而这一切与当年东莞对经济发展的狂热追捧是分不开的。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东莞在短期内砥砺前行，快速赶超发达地区的诱惑实在太大，以至于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谁也想不到要建设一座宜居、
以人为本的城市，所有努力无一不是朝着那个响亮的世界工厂口号而走。如今，当东莞逐渐褪去世界工厂的光环，这些曾被无视和遗留的问题却集中显现了出来，更成为了沉重的包袱。东莞正经历着一个极其艰难的时期，制造业的衰退让大批工人阶层的生活雪上加霜，他们正面临生存的困境。房地产行业的萧条压垮了许多依赖房产投资的家庭，而城市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加剧了东莞所面临的城市病困境。这座曾经繁荣昌盛的世界工厂，如今像一个支离破碎的空壳，昔日的辉煌已成往事。